宝鸡出了一块新表，本来看到它我并没有啥感觉，没有什么想说的，但是一看到网上一片好评，我就有点忍不住想说两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块宝鸡2025新品 Subscription 的3宗罪。首先，这可是250周年，这是近来最有历史的品牌宝鸡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在250周年可以出一大堆好东西，让自己摇身一变，变成藏家们的心头宝。我们先来看看这个250周年重大节点的第一块开门红作品 Subscription 订阅系列。喜欢独立制表的朋友们可能都不陌生，这个概念的独立制表师 IP Jordan 早就在他做第一批陀飞轮的时候用过了。他做的那20只陀飞轮呢，每个表盘上都有编号，这个呢也叫 Subscription 系列，意思就是先把自己的美好愿景展示给潜在买家们，并收取相应的定金，这样自己呢就能先获得一笔启动资金去买设备，去开始制作这些表了。IP Jordan 的主意当然来自于他的偶像，也就是非常伟大的制表师 Breguet 宝鸡先生。当然今天听起来你这个商业模式可能很普遍，也很容易懂，不少的独立制表师自己刚刚出道，收个定金什么的也是非常常见。但要知道，在18世纪的时候，还真没人这么干过。不仅收定金，宝鸡先生还在报纸上打广告，去宣传自己这套 subscription 的作品。这样先拿钱的模式不仅形式创新，而且宝鸡也可以自己先规划这笔资金，买设备、雇佣员工去制作，也让自己的生产规模可以扩大到之前前所未有的地步。那这批 subscription 怀表呢，形式不复杂，表盘上只是有一根针而已，加上提前下了订单，可以批量制作，而不像之前每只宝鸡它都要去定做。这也让这个品牌，也让宝鸡先生可以相对降低成本去制作每一块表。因此1794年开始的 Subscription 系列也是宝鸡先生在世的时候产量最大的一个系列。但是2025年索沃奇集团下的宝鸡做这块表的时候呢，我心里是纳闷的，你就去复刻一个 Subscription 变成一个腕表，这又是干啥呢？当时宝鸡先生他去做 Subscription 是创新，今天再做，那你可不就是炒个冷饭卖个情怀了吗？确实我得认同宝鸡品牌这一点也算在努力了。这块表上也用了宝鸡新的合金材质 Breguet Gold， 说到底呢，看一下成分也就是玫瑰金的意思嘛。还直接安排了这种单纯显示时间没有复杂功能的表上一般都不太会有的珐琅表盘，指针也是这块表的一个大的亮点。它的底座上面呢，我们能看到方形的元素，很好的呼应了一开始的这一批 Subscription 的怀表，有这种 key winding 也有用了这样的元素。怀表上面呢，可以从正面通过这个小方块去上弦，这一点我很喜欢。指针的弧线也是非常的美丽，在传统的宝鸡针的前面尖头上又延展出了非常漂亮的曲线。但说到底，这块表是没有任何让人激动的地方的，因为它只是单纯的一个复刻，在原版的基础上没有一个提升，为什么要做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呢？我估计让我觉得还不爽的一个点就是宝鸡品牌的明显偷懒。这个机芯诚然第一眼看上去像是 Subscription 系列的机芯翻版，但是其实是宝鸡早就做了好多年的 Tradition 系列的机芯，比如型号7097它的 Caliber 505S21， 稍加小改的版本而已。OK， 你可能说珐琅表盘上面多了一个手刻的签名，有一些数字，机芯里又多了一个 Parachute 风格的防震系统，都像一些致敬，但那又怎么样呢？最让我下头的就是这块表的零售价要49000美金，作为一个什么功能也没有的单纯显示时间的表，这个价格并不便宜啊。我们竟然还能看到擒纵上面用了一堆粘合物，没有清理干净，这个真的是有点糟糕了。表壳也是宝鸡品牌上个世纪刚复活的时候呢，好歹用了后面成为很标志性的一个 Coin Edge 硬币一样纹理的中壳，表也都是单独焊上去的，手工感要比现在这个假装去讲究传统，其实在省钱的简单一体式表壳强得多得多。在说第3宗罪之前呢，我来先说一个这块表上我唯一得到了情绪价值的一点。宝鸡先生在当时为了防止假冒伪劣，在自己的表上面都会加一个隐秘的签名，也就是 Secret Signature。
宝玑品牌这次的新表也在珐琅盘上加了这样一个签名，而用来刻字的这个 pantograph 刻这个签名的机器，则是来自于 George Daniels。近200年来最伟大的制表师，独立制表之父 George Daniels 博士呢，也是宝玑先生的头号粉丝。他不仅为宝玑先生的表撰写过著作，也收藏了宝玑先生的不少作品和仪器。那这次宝玑品牌在 George Daniels 博士去世之后，找他基金会买下这个机器，我感觉这段缘分也是走了一个完整的圆圈。所以我单纯是看到 George Daniels 博士的名字开心，看到这块宝玑，我真的没有一点开心。原因就是当时宝玑先生做这个 subscription 系列表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更多人可以拥有他的作品，用更低的价格，想在制表业无论是生产方式还是商业模式上都有创新。但现在宝玑品牌直接用了一个炒冷饭的设计，再加上一个直接从架子上搬来的机芯，就要比卖同款机芯贵20%-30%的价格，我就不觉得这款作品它的意义在于致敬。还有你从实际佩戴的角度上来说呢，40毫米就不谈了，可能每个人手腕大小不一样，但是10.8毫米的厚度就让这块表显得非常像一块大饼。所以这块表我多的是失望。在250周年，我更想感受到是宝玑品牌的诚意。我想看到这个有比大多数品牌长得多历史的品牌，能做出非常惊艳的功能、机芯、美妙的做工，像当年的宝玑先生一样。在原版的 subscription 里面，我感受到的更多是宝玑想在有限的预算里给消费者最多的东西。而今天我在宝玑品牌这个复刻里看到的是，怎么样能在尽量提高价格的同时，给你最少的东西。